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OLED 的优势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心里有数。对比度接近无限，响应速度快，动态清晰度高，屏幕的均匀信号，观影场景下那是真的黑，和游戏场景下几乎没有拖影的顺滑感，真的是爽过了就回不去了。那过去2年呢 ，OLED 显示器的价格是一路下探，入门的 2K OLED 现在只要2000块钱。而在这个价位段呢，三星第3代的 QD OLED 面板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不过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在 LG 推出了第4代 WOLED 2K 280赫兹的面板之后呢，直接将三星的第3代 QD OLED 打下了神坛。三星自然是不甘示弱，很快呢就发布了第4代的 QD OLED 2K 240赫兹的面板。我们呢也是顺势拿到了首发该面板的飞利浦的奥奇亚猫 N6500L 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能否让 QD OLED 重返王座，又是否值得购买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吧。按照惯例呢，先来一段开箱。这个价位的飞利浦肯定还是经典的褐色之箱，类似于披萨盒的开盒方式。内部配件呢有一条电源线、一条 HDMI 线、一份校测报告以及一些纸质附件。像飞利浦这种显示器只送单根 HDMI 的还是少见。安装完显示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650L 整体采用了飞利浦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正面是3面窄边框灰色设计。观感轻薄简洁，下边框依次是 Innova 的 logo、电源指示灯以及飞利浦的 logo。那背部的造型呢，则为弧形的小书包设计，棋盘格纹理呢，在光线下呢呈现出不同的灰度变化，质感不错。骨架腰杆呢，则是位于左下角。支架的功能性方面呢，650L 表现优秀，终于把我们在850X 那期遇到的不支持垂直旋转，还需要用转键板的神支架给换掉了。拆除背部的固定件呢，就可以看到 VISA 孔位了。支架的支持升降130毫米，扶5度、仰20度左右各30度的水平旋转，以及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另外呢，在上面还有一个便携的耳机挂架。但是650L 的底座为星点设计的 V 型底座，占地面积略大，对于桌面局促的用户不太友好。什么时候呢能把这个 V 型底座给换了呢？飞利浦这个支架就完美了。我们实际测量了显示器的3维，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桌面尺寸，想象一下自己放上去之后是否合适。接口部分呢，650L 相对保守，只能说是够用从左到右依次是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一个3.5毫米的音频输出接口，以及一个电源接口。10段显示器自带的 HDMI 2.0 线呢，只能开到 2K 144赫兹的刷新率，建议呢还是自己再买一根 DP 1.4的线连接使用。外观部分结束呢，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核心环节——屏幕测试。650L 使用的面板是三星第4代的 QD OLED 27寸 2K 2.4赫兹。点亮屏幕之后呢，你就能感受到这个 QD OLED 的那种独特的通透感。黑是真的黑，纯净无漏光，亮度呢又足够的饱满。当然，2K 分辨率在27英寸上的尺寸依旧是能够看到文字、锯齿和彩边。不过 2K 呢，你也不能指望有4K 那种细腻感。这些文字、锯齿和彩边的观众呢，还是加钱上4K 屏吧。我们使用科尼卡梅纳 C410配合卡玛软件进行实测，默认标准的模式下，650L 的色温为6519K， 基本符合 D65 的标准。对比度呢，则为 OLED 自发光的特性，理论上是趋近于无限。此时的伽马曲线也比较贴合 2.2。在分别切换为 sRGB、D3P3 和 Dolby RGB 色彩空间之后呢，这台650L 的色域会被分别缩限到 99.8 sRGB、98.7% 的 D3P3 和95.7% 的 Dolby RGB。色温呢维持在6450K 左右，略微偏暖。至于对比度呢，由于是 OLED 面板，就是近乎于无限了。而对应的伽马曲线呢 ，sRGB 和 Dolby RGB 都比较贴合 2.2，D3P3 贴合 2.6。色准方面呢，在 sRGB 的色彩空间下呢，平均德塔 E 为 1.76， 最大德塔 E 为 4.65。D3P3 的色彩空间下呢，平均德塔 E 1.59， 最大德塔 E 为 4.84。而在 Adobe RGB 的色彩空间下呢，平均德塔 E 为 1.63， 最大德塔 E 为 4.77。主要的偏差在白点区域，整体略微偏暖，与我们前面测出的色温结果一致。灰阶到白点过渡处的色偏相对明显，但是中性色和多数彩色色准表现良好。
整体分布集中均匀，没有明显的漂移或者分散，色彩响应，一致性很好，整体的色准表现不错，除非涉及到非常严肃专业的设计需要。日常无论是办公、观影还是游戏，650L在色带方面呢都是绰绰有余的。亮度方面呢，如图所示，我们测试了 SDR 和 HDR 的各个窗口下的亮度表现。另外呢，我们也做了81点位的屏幕均匀性测试，感兴趣的观众们可以自行暂停查看。讲完参数呢，大家看一下实战，毕竟 2K 240赫兹 OLED 的玩家多半数还是冲着游戏体验来的。飞利浦的 OSD 菜单呢，依旧延续了自家逻辑，提供了十字准星、狙击窗、暗部增强等功能。游戏准星呢支持自动变色，不支持调样式；狙击窗呢支持调节尺寸和位置；暗部增强呢4档可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实拍参考一下每档的提亮效果。至于动态表现呢，得益于 OLED 的优秀响应时间，650L 会有十分出色的拖影与清晰度表现。在18-240赫兹 UFO Test 中呢，也可以看到小飞碟的每一根毛都是清清楚楚的，几乎是看不到模糊糊的拖影的。无论是 FPS 赛车还是动作游戏呢，650L 的流畅度和响应时间呢，都让人非常满意。相信看完上述的测试呢，大家都已经得出了一开始那些疑问的答案。总结一下呢，飞利浦的 27M2N6500L 27寸 2K 240赫兹，三星第4代 QD OLED 的面板。一切的 OLED 的优点它都有 ，2K 的缺点呢它也缺占。具体的机器上的表现呢，就是 V 字形的底座占地面积偏大，结构配置呢比较简陋。如果说你被 OLED 的特性所吸引，想要买一台 2K 的电竞显示器呢，飞利浦27M650L 的价格2669元，双11魂刀价格为2200元，3年免费上能，以换代修还是值得考虑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果看到这台650L显示器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朋友们点个小铃铛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 YouTube， 你们点赞都很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个 4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两淘店铺传过的数码。这双歌我见我们下见，拜拜。